牛肉味算是很浓的。星星点点终于吃到了，哇！点了一个清蒸牛肉馆的牛肉汤，放过来的时候是汤和面分开来的。我先喝口汤。它跟我们之前喝的那，就是在湖东牛肉馆的汤不太一样。那家店是甜口为主，这家店是咸香味比较重，然后牛肉味算是很浓的，会有胡萝卜和且那种炖了以后有一点点那种微酸的口味在里面。你尝一下，就它算是牛肉味很重的，反正比那天就反正还不错。来，我先吃下肉。西华汤汁。他们家肉炖的算是偏柴，是有那种一块一块的质地的。是那纹理。对，但是它没有很软，算是比较偏柴的口感。但是它吃起来没有那种牛肉的肉膻味。它这块牛腱子肉虽然算脂肪特别少的瘦肉部位，但它牛肉香味很足。牛肉条就很 Q 弹软嫩，油脂感更浓，油香味也更突出。然后泡面吃，他们面条很有那种兰州拉面的那种手工感哎。我比较期待他们家这个筋饼。新疆肉丝吃过了，鉴定过。鉴定过怎么样？好吃吗？可以的。新疆肉丝 OK 的，甜口的那种是吧？它这个筋饼还挺，它这个筋饼有股真的很 Q 韧劲很强。做的算好的，但是它那个油稍微有点大，下饼的时候油温稍微有点高，所以它吃起来有股油味。合菜蛋冒稍微偏油一点，有股很重的花生味，是那种花生酱的花生味。有木耳、韭菜、豆芽菜和冬粉，还有豆干，整体吃起来比较清淡。但它这个火锅炒的还不错，蔬菜还保有爽脆感，没有完全软烂掉。虽然它是快递外卖送过来的，它这个筋饼真的做得很好。这酱还不错吃呢。就这样。还有块牛筋，下面和牛腩呢。在台北最后的半天，除了我们之前几集发的热炒店和台菜店以外，基本我们都在走路，就是从兴业台菜一路走回了大安区，就想着珍惜最后的时光，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其实我当时心里真特别难过，就很舍不得走，所以没有什么胃口，吃饭也就比较随意，基本上就处于那种路过看到什么小王想吃的就随便吃点的状态。这个味，哪个味？奶精味。珍珠是那种特别小的，这么小的珍珠，就是小时候喝的那种珍珠奶茶的味道。小时候我们都不甜。发票从里面吗？还是要他们的番茄酱怎么这么甜啊？不一样。回一遍了，可能本来就没有一样过。哪里不一样？上次吃这个是10年前吗？真的10年前，在日本吃的。跟我不是。哦，好，没事。这种soft serve 双麒麟的质地会比较清爽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吃的是文山包种茶口味的。茶味很重那个。它其实挖下去的时候是会觉得有点沙沙的，但到嘴巴里面就一下就化掉了。应该是纯牛奶做的。很绵很细致的那种口感，挖下去是有点那种沙沙质地，但是其实吃在嘴巴里面完全没有冰渣奶那种。里面有一粒一粒的东西。我就没吃到。而且有点甜，这个。蜜汁的陈皮吗？它甜度也不会很高。麻糬，蕨饼，麻糬，不是麻糬，蕨饼。但是原来冰过了，所以不太冰。可能是麻糬。比较抓实的木麻糬，外面裹一层绿茶粉，
小王临走前说要体验一下台湾的平价理发店，我俩就分头行动，然后我让他拍点素材。出发时他信誓旦旦，结果我就收获了不到10秒的素材。护着全家，从来没见过这个配色哎。我们这次来发现，台湾其实有很多本土的小众品牌都很不错。这旅馆最大收获，收获之一，人穿的很舒服。外面是牛皮，里面猪皮，不管是穿袜子还是裸脚才都很舒服。对，其实我知道台湾的面包烘焙也很强，但这次来主要是想感受更有特色的台湾小吃，就没留什么份额给面包，也就最后一天在饭店浅尝了几家。评价一下，那个质地不算好，质地不好。不是，它这黄油风味我没吃，好特别哦。对为什么会自带一股肉桂味啊？不是，它不是那种明显的肉桂味，它就是会有点那种类似于肉桂的香气，是黄油本身的那种味道。它口感的话，稍微还是有点兜意的，我是觉得啊，不算是做的非常顶尖的那种送，但是它这个黄油，它的风味调性来说，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放在西雅图只能算中等，放在西雅图都只能算中等，放在西雅图只能算中等。对，绝对不算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可颂，因为它的这个黄油风味确实有点特别。来，你吃一下他们家流心可颂呢，据说是他们的特别款，就是加热以后可能里面的巧克力会流心。这个本料是挺香的，蛮香的，这个。它这个可可用的蛮好的，它这可可有股那种微酸的那种酒心感。哦，它底下类似于国王安曼卷一样，它做了个焦糖层，所以你整个咬下去。上面酥皮倒是不是很脆啦，但是就是那种比较松软，你能看得出来它其实面糊感还蛮重的。底下是有一层那种糖层，会咬起来会那种嘎吱嘎吱的，像在吃那个焦糖布丁上面那层脆焦糖那种感觉。巧克力甘纳许也做的还不错，就是那种生巧克力的口感比那个再软一点。它这个流心可颂流心的甘纳许做的还不错的。没想到3个里面乱点这个反而最好吃。不，这是他们家招牌，但是我有一种一定要在，就是他既然说流心这个好吃，那看看他们家原版可颂怎么样嘛。如果他可颂做的不好，这个做的好，那只能说明大家只是喜欢吃甜的。但它这个恰巴塔怎么会是这个形状？它这是番茄罗勒，里面是油浸番茄，不是很好吃，一团死面就是。它这个组织做的就是完全不行，兄弟们。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流浸番茄做的还蛮香的，但是这个面团真的吃起来像在吃什么死面馒头一样的感觉。好酸，好酸，闻起来好酸，很湿润。它闻着酸，吃起来一点都不酸。莫名有一股比较奶香的豆乳感在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哪个果干自带的。面包体不算是我吃过比较好的，香气也一般，我觉得跟 Kans 比还是差了点。Kans 比太高了。那他们都说这是他们吃过，就是法国人会一直在这边买的那种面包店。它算是及格偏上的，但是不到特别顶吧，我尝尝。我觉得它太湿了，就是这个夜市我们是为了吃香菜花生冰激凌卷特意来的，因为当时搜台北做这个的好像特别少，然后顺便吃了这家冰火汤面。我对芝麻比较品鉴了。它上面那层皮还是刚煮完那种糯糯的口感，它下面碰到冷的冰之后就会变成很 Q 的口感。味道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芝麻汤圆的味道，猪油味比较重的那种汤圆。对，它这个皮的质感就是有点煮太久了吗？对，但不是这种工厂汤圆。它这个冰应该就是纯冰，但是没有味道的。要浇桂花，吃个花生的。它酒酿很香哎，它这个桂花酒酿，桂花很香。我的花生刚入口的时候有股油耗味，花生品质很差，有股苦味，你吃到了吗？那股焦苦味，可能没调好，我觉得是油耗味为主的一个味道，就巴斯很行。它冰到底有没有味道吧？没有。加哪了，宝贝？加这儿了。桂花柠檬好吃吗？不是，小时候兵工厂柠檬味的感觉。不好意思，姐妹们，我说错了，不是兵工厂，是七彩泉，反正就是七彩泉那个柠檬味的，比较像那个味道。这柠檬味蛮香的，然后再微微带点那个桂花的香甜感，不错，还不错。就像我们这种路过不用排队可以吃，挺特别的。周末应该要排队。看起来什么颜色都没有，但吃起来挺香的。有一点吗？要不要香菜？
Do you want coriander? cilantro yes 要的。星星点点终于吃到了。我觉得它这芋头冰淇淋太香精了，如果全包3个全包花生味的一定很好吃。你尝一口吗？但是它就是一定要加香菜，为什么？就是花生加香菜，有种在吃菜的感觉。好神奇哦！你吃的这个是花生味的吗？还是芋头味的？芋头味，芋头不好吃。在里面点那个花生，看看芋头花生芋头的香。但它花生味冰淇淋也不好吃，但它这花生粉还蛮香的。对，仅仅是它带底。它因为花生是拿整块的花生糖去磨成粉的，不是我们平时那种纯花生粉，所以它那个口感还是有点那种糖的一粒粒咔哧咔哧的口感。加上香菜，我就很提前像在吃什么口水鸡上面的那个花生粒加香菜那种感觉，真的像凉菜，就是。对。好 ，OK， 好吃。了却我的心愿。这家是我来台北唯一点了2次的卤味店，好吧。虽然他们家稍微有点贵，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家味道和辣酱做的非常的到位。他们家的卤猪脚真的很好吃，太绝了。酱香味和香料味都非常平衡。尝一下这个芋泥，感觉跟不二治果的芋泥不太一样，它的芋泥奶香味会更重一点。芋头香气没有不二治果那么香，它甜度比不二治果要低，因为应该法是更好吃的，麦香味很足。之后就坐飞机回美国，然后马不停蹄开箱了最后一天买的一些糕点，希望也能给大家之后买台湾伴手礼一些 data point。我们现在刚到家，决定先来进行一波台北伴手礼的评鉴大会。参与的选手不二之国，这个是他们家获奖的绿豆椪，食玉堂的芋头酥，台北黎记的蛋黄小月饼，台北黎记的咖喱绿豆椪，台北黎记的太阳饼，台北黎记的香芋酥。先都吃芋头相关的，这个我们在台北车站买的阿聪吃的礼盒，这个是不二之国的啊，里面怎么是有蛋黄的？就好像评鉴的不是非常的那个什么。记得这个里面是有红豆的，这梨记这个真的好香啊！这是阿聪师的，这个是阿聪师的咸蛋黄做的馅，这个其实加热一下会比较好吃。梨记这个味道，这个酥皮做的混酥了，然后闻起来是那种就老式糕点的味道。阿聪师的，芋泥味道比较重，外面酥皮味道比较淡，但是有股比较重的椰奶味。外面放久了就可以。先吃阿聪师了，所以我才一回来就吃呀。芋泥香气还不错，比我们今天在机场吃到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敦泰那个牌子的要好吃点嘛。它的口感不像是纯芋泥那么扎实，它是偏湿润，但类似于那种白豆沙质地的那种口感。它外面酥皮的味道不会太抢戏，不像今天我吃到另外一个牌子，它就是奶香味太重，然后就几乎吃不到里面芋头的香气。来吃一下台北梨记，它这个皮看起来比较厚，内馅比例稍微差一点。台北梨记这个甜度，内馅甜度明显比阿聪师高很多，但也没有我们机场吃那家甜。我觉得这个是好吃的。它这个虽然甜，但是我觉得它风味平衡做的还不错。如果说阿聪是它就是比较质朴的一个芋泥加酥皮香气的话，这个会稍微让你感觉比那个味道再稍微精致和 fancy 一点，就它有一点点蜜红豆的那种甜，芋头的淳朴的香气没有那么重，酥皮酥皮是目前吃到目前最好的，口感是最好的。它酥皮甜度倒是不高的，但是对我来说稍微扎实了一点哈。它比阿聪师甜一点，但是比阿聪师 flaky 一点。对，吃阿聪师的话，就是纯粹吃芋头本身的香气了。这个就是还是有点像在吃一个芋头酥的感觉。然后来吃下不二之国的，不是食玉堂的，说错了，不好意思。前面你说它是不二之国，对不起，它是食玉堂的。它的芋泥，因为我前2天在他们家吃了他们家的纯芋泥嘛，我觉得他们家纯芋泥做的还不错，但是这个做成馅里面的芋泥之后，它的芋泥香气就非常的不明显，它甜度甚至比台北梨记还要再高一点，但是它整体吃起来就是一个比较 fancy 的加了麻薯和咸蛋黄的一个糕点。但是我就觉得它加了咸蛋黄之后，芋泥的味道都吃不太出来了，咸蛋黄太抢戏，它咸蛋黄是真的很香，咸蛋黄有点太抢戏了，但是能看得出来他们家的酥皮应该是3家里面做的质地开酥是开的最好的，完全没有混酥。就这3家就是各有所长吧，
都比我今天在机场吃那家好吃，就是什么什么泰的那家。然后来评价一下其他的老式酥店，这个酥皮比刚刚那个芋头的做的看起来好多了，层次感有做出来。都要来吃吗？哇，它这绿豆味真的太香了，我这辈子吃过绿豆味最香的绿豆产品。有的是绿豆棒冰，对，这个感觉就像在吃绿豆棒冰一样的感觉。因为以前小吃大多数都是绿豆糕嘛，它比我吃过任何绿豆糕的绿豆味都要香很多很多，但是它口感会比绿豆糕要再稍微干一点，没有那么湿润。然后来吃一下这个得奖的不二治国的绿豆酥，他们这个酥皮做的层次也非常好，看起来也是会比那个台北黎记要湿润一点。他们俩是走完全不一样路线的。不二治国这家走的是奶香爆炸路线的，它甜度会比台北黎记要高，但它也很好吃。它就是奶香比绿豆香会更浓一点，它这个台北黎记就是属于那种用爆炸的这种绿豆香气来冲击你的感觉，就看你个人喜欢哪一个了。咖喱绿豆椪，绿豆椪里面应该是会有肉的。是咖喱味道。它外面酥皮比较脆硬，我个人觉得它的甜味和咸味是分离的。咖喱是咖喱，甜的是甜的，然后那绿豆也没有前面那个绿豆那么纯粹那么香，因为完全被甜味盖过去了，不如他们家纯款的那个绿豆酥。这一下台北黎记的太阳饼和玉珍心的奶油小酥饼。哇，它这个奶油小酥饼是真的很酥呢，它外面那个酥是像饼干一样的酥，脆壳。妈妈，来吸引我们先吃它。哇，它闻着像奶茶味，真的，那种伯爵奶茶的味道。这个蛮好吃的。但它跟之前几个酥饼的风格不太一样，它的酥饼饼皮明显厚，更酥松，像饼干，就像那种沙布列口感的那种饼干，偏松偏散，然后偏干，当中那一层其实就是太阳饼的那种内馅，很有嚼劲的那种口感，就咬下去一瞬间是觉得有点点小脆脆，但是整体是酥的，然后咬下去当中那个内馅又是软的，茶香味非常重，奶味也很重，所以它吃下整体像在吃伯爵奶茶那种感觉。台北黎记的太阳饼，它的质地它虽然酥饼会比别的酥皮会稍微硬一点，但是就没有玉珍心的那么硬。哇，它这个酥皮外面有股非常重的黄油香气。这边我猜测，包括他们家的蛋卷，这个奶香味应该是用那种印度无水酥油 ghee 做的。说实话，我吃之前完全对太阳饼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好感，好吧？但它这个真的有做到有点小惊艳的。它外面那个酥皮黄油味很重，然后看上去比较干，但是其实吃起来还好，没有那么干，还是比流水线工厂的那种太阳饼会再偏湿润一点。然后里面内馅很软，其实很甜，但是不腻。对，里面的内馅是用麦芽糖做的，是软绵不粘牙，整体吃起来很湿润，一点也没有那种老式糕点的干噎口感，是好吃的，真的是好吃的。